Hydro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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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hydrogen. The wonders of hydrogen. Really nice car. Quick, quiet and a decent range. But the problem for hydrogen cars is the number of fueling stations. Only around 11 public hydrogen points around the country. 在汽车产业纷纷压住电动化的浪潮中，本田汽车以其独树一帜的创新理念，向世界展示了一款划时代的动力系统。这款全新的发动机技术打破了传统燃油和纯电的束缚，既不需要依赖汽油，也不需要外部充电，其潜在性能甚至超越了当前的电动汽车技术水平。这番大胆的构想初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但本田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公开表示，搭载这项新技术的全新 CR-V 车型，其性能表现将足以对现有的电动汽车行业格局产生颠覆性的影响。Honda aim to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by 2050. And is planned to driving widespread adoption of EV. 这绝非一款普通的汽车，它的出现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对驾驶的固有观念。本田这家从细微之处起步的企业，如今的目标是成为未来汽车工业的领军者。这款全新的引擎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请跟随我们一同深入探究这项具有颠覆性的创新技术。本田的全新引擎不仅仅是制造车辆，更在于对未来出行的持续构想。当众多汽车制造商纷纷投入电动汽车的浪潮时，本田却选择了独辟蹊径。他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理念，这并非传统的混合动力，也并非纯粹的电力驱动，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技术。依靠单一燃料驱动氢能，在深入分析这项突破性技术的意义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本田深厚的技术积累。早在上世纪70年代，他们就成功研发出 CVCC 发动机。这项技术在无需使用复杂的尾气处理装置的情况下，便能通过当时极为严格的美国排放标准。随后，本田又推出了 VTEC 发动机系统，使得小排量的引擎也能爆发出惊人的动力。之后，他们又将混合动力技术引入美国市场，证明了环保与驾驶乐趣可以并存。本田始终秉持着突破技术极限的精神，如今他们再次走在了行业的前沿。那么，本田为何选择氢燃料而非当前热门的纯电动技术？让我们一同探究其中的奥秘。近年来，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曾经如同科幻小说中描绘的场景，没有引擎的轰鸣，无需燃油，只需插电即可行驶，如今已随处可见。特斯拉、现代、福特等汽车品牌都推出了配备炫酷屏幕和静音电机的电动车型。各国政府也通过税收优惠和设定环保目标等方式，大力支持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甚至承诺在未来的10到15年内全面禁止销售燃油车。然而，电动汽车并非完美无瑕。那些庞大的电池组需要依赖锂钴等稀有金属，开采这些资源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而废旧电池的处理也面临诸多难题。充电问题虽然有所改善，但仍需要较长时间，更不用说在偏远地区电量耗尽所带来的焦虑感。此外，电动汽车的价格普遍较高，如果大量用户同时充电，家庭的电费账单可能会大幅上涨。面对这些挑战，本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不尝试其他的技术路线呢？氢能因此登上了舞台。没错，就是氢，宇宙中最轻的元素。当它作为汽车的动力来源时，猜猜看排气管会排放出什么？只有水，无烟、无味、零污染，只有纯净的 HAO。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中的情节，但本田坚信这很可能是未来清洁出行的方向。更令人惊讶的是，本田其实已经研发氢燃料汽车多年，这绝非实验室里一时兴起的新概念。早在2015年，本田就推出了一款宛如科幻电影中驶出的车型，名为本田 Clarity 燃料电池车。它在东京车展上首次亮相，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绝非一款普通的混合动力汽车，它不需要汽油，也不需要充电，完全依靠氢气驱动。而且本田并非简单的在现有车型上安装氢燃料引擎，而是从零开始打造了这台氢动力机器，其内部搭载了令人惊艳的波浪流技术，能够以极高的速度输送氢气。虽然燃料电池体积不大，却蕴含着强大的动力，经过巧妙的布局，为车辆提供了强劲的驱动力，并且没有浪费一丝空间。Clarity 的成效令人印象深刻，单次加氢的续航里程可达360英里，超越了当时大多数电动汽车。其燃油效率相当于每加仑行驶88英里，并且运行过程极其清洁，唯一的排放物仅仅是轻盈的水蒸气。Clarity 的行驶体验平顺静谧，车内空间宽敞智能，仿佛已经破解了未来汽车发展的密码。然而问题在于，虽然车辆本身堪
堪称完美，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外部环境尚未做好准备。加氢站的数量极其稀少，如果不是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或日本少数几个城市，很难找到加氢站。这使得长途旅行变得令人焦虑，没有人愿意驾驶一辆可能在荒郊野岭因缺氢而抛锚的汽车。更重要的是，公众对氢能的认知还比较有限，认为它听起来复杂，甚至存在潜在的风险。而电动汽车则显得简单易用，插上充电器即可出发。因此，电动汽车迅速成为了市场上的焦点，众多明星纷纷选择电动汽车，政府也出台了大力度的税收减免政策。充电站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停车场和咖啡馆，电动汽车成为了一种潮流，甚至是一种酷炫的象征。相比之下 ，Clarity 却没有获得同样的青睐，既缺乏重要的激励政策，又没有酷炫的标签，加氢基础设施也严重不足。尽管它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成就，却在市场的人气竞争中败下阵来。2021年，本田不仅停止了 Clarity 燃料电池车的生产，连同其纯电动版和插电混动版也一同宣告停产，这款车型就此走向终结。但是本田在氢能领域的探索并未停止，关键在于本田并没有放弃 Clarity， 也没有放弃所有的研发成果，他们带着更为深刻的理解离开了这个市场。大型氢燃料汽车在技术上是可行的，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市场时机。世界尚未完全准备好迎接氢能汽车，然而本田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们将从 Clarity 项目中汲取的所有经验融入了下一项更为重要的举措。那么这项举措究竟是什么？敬请期待后续的揭晓。本田汽车正试图通过其氢燃料发动机技术为汽车行业带来一场变革性的突破。他们选择与汽车业巨头通用汽车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了一款极具创新性且外观时尚的 CR-V 氢燃料 SUV。这并非一次小小的改进，而是一次全面的技术回归，其目标直指颠覆现有的电动汽车市场格局。乍一看 ，CR-V 氢燃料 SUV 与常见的家用 SUV 车型别无二致，其车身线条流畅，设计风格简约，充分展现了本田一贯的设计美学理念。然而在其底盘之下却隐藏着一套全新的动力系统。这款 SUV 摒弃了传统的燃油发动机和插电式电池，完全依靠氢能驱动，确切的说是纯氢动力。车尾巧妙地布置了2个高压氢气罐，它们设计紧凑且安全性高。在座椅下方则安装了精密高效的动力单元，负责将氢气转化为电能，为车辆提供动力。这意味着驾驶这款 SUV 无需寻找充电插座，也无需等待漫长的充电时间，只需像传统汽车一样加注氢气即可出发。加氢的过程非常迅速，仅需3到5分钟，与燃油车的加油时间相当。其工作原理堪称巧妙，氢气和氧气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发生反应，瞬间释放出能量。唯一的副产品是水蒸气，仅此而已，没有烟雾，没有污染，只有纯净的 HVO。这对用户而言意味着什么？是真正的出行自由。在进行长途旅行时，驾驶者不再需要费心寻找充电桩，也不必为续航里程焦虑。CR-V 氢燃料 SUV 的续航能力可以媲美顶尖的电动车型，且无需承受沉重的电池负担。更令人惊喜的是，这款 SUV 还具备一项非常实用的功能——电力共享。想象一下，当暴风雨导致家中停电时，您的 CR-V 可以化身为一个移动电源，为您的家庭供电，保持照明，并为电子设备充电。就像拥有一个便携式的备用发电机，它不仅是一辆交通工具，更是应对突发状况的得力助手。但请不要误以为这些先进科技会以牺牲驾乘舒适性为代价。本田确保 CR-V 依然保持了其一贯的舒适性和实用性，拥有宽敞的车内空间和平稳的行驶体验，完全能够满足家庭用户的需求。氢动力系统被巧妙地集成，丝毫没有侵占车内空间，后备箱依然拥有充足的容纳空间，可以轻松放置购物袋、行李和其他日常用品。未来科技与实用性实现了完美的融合。本田在推广氢燃料技术方面采取了稳健的策略，他们首先选择了加利福尼亚州和日本等已经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氢气站网络的地区作为起点，以确保驾驶者能够方便地进行氢气补给，消除后顾之忧。随着加氢站网络的逐步扩张，他们计划将氢燃料车型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这是一项低调而富有远见的布局。当其他汽车制造商大张旗鼓地宣传电动汽车，并努力克服电池技术瓶颈时，本田正默默地深耕氢燃料技术。没有过多的市场炒作，只有切实可行的战略、可靠的合作伙伴和强大的产品力。CR-V 氢燃料 SUV 实现了快速的能源补充、长久的续航里程和零排放，同时兼具本田车型一贯的舒适性，并融入了值得信赖的车辆平台之中。这或许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创新举措。在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于电池技术时，本田却带来了一个更清洁、更快速且同样令人兴奋的替代方案。那么，氢动力汽车究竟如何在某些方面超越电动汽车呢？敬请期待我们后续的深入分析，即将揭晓的事实可能会让您大吃一惊。
氢燃料汽车对比电动汽车未来出行方式之争，那么为何以氢燃料为动力的引擎似乎更胜一筹？相较于纯电动汽车 EV， 氢燃料汽车又有哪些优势呢？让我们进行一番深入的剖析。首先，充电耗时是电动汽车普遍存在的一大痛点，即使借助快速充电设备为电动汽车补充电，通常也需要花费30分钟到数小时不等。相比之下，氢燃料汽车的能源补充过程则要便捷得多，只需驶入加氢站，像传统燃油车加油一样注入氢气，短短几分钟内即可完成，车辆便能重新出发，无需漫长等待，省去了诸多不便。其次，续航里程也是一个关键的考量因素。一般而言，充满电的电动汽车可以行驶200至300英里，这个数据在日常通勤中看似足够，然而一旦需要进行长途高速旅行，电动汽车的续航焦虑便会显现出来，驾驶者不得不时刻关注剩余电量。而本田的氢燃料 CR-V 在满载氢气的情况下，续航里程可接近400英里，这额外增加的100英里续航意味着更少的补给停留，为出行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度。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重要方面，电力网络的压力。电动汽车的普及无疑给现有电力网络带来了巨大的负荷，在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要求居民错峰充电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电网的承载能力有限，而氢能源的加注过程完全独立于电网运行，因此不受电力负荷的限制，也无需担心停电或电力预警等问题。那么在环境保护方面，两者又表现如何呢？纯电动汽车在行驶过程中确实能够实现零排放，这是一个显著的优点，然而其电池的制造却高度依赖稀有金属，例如锂和钴。这些金属的开采过程不仅成本高昂，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并对生态系统产生危害。此外，大型电动汽车的电池性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衰减，其回收过程也相当复杂。相比之下，像 CR-V 这样的氢燃料汽车则完美地规避了这些问题。它们采用燃料电池技术，通过氢气与氧气的化学反应直接产生电能，驱动车辆行驶。在整个行驶过程中，唯一的排放物就是水蒸气，不产生任何烟雾或有毒物质，只有纯净的 H 飞。更值得一提的是，制造氢气的绿色能源潜力巨大，仅依靠阳光、水和风力等自然资源就能实现氢气的生产。这种源于自然的清洁能源无需开采，真正实现了零污染。而且氢燃料汽车无需配备巨大的电池组，这意味着没有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也没有沉重的电池拖累车速，同时也无需使用那些昂贵的电池材料。氢燃料技术不仅清洁安全，还非常适用于大型车辆，例如巴士、卡车和长途货运车辆。当电动汽车仍在努力突破充电速度和电池性能瓶颈时，本田及其合作伙伴通用汽车已经另辟蹊径，打造出了更智能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氢能技术更加紧凑，反应更迅速，且效率更高，仿佛赋予了汽车一种超能力，让人们在享受清洁能源的同时无需牺牲速度和舒适性。各国政府也纷纷将目光投向氢能源，并投入巨资。日本已将氢能纳入其国家能源战略规划，德国正在积极建设服务于卡车的加氢站网络，而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也正在悄然投入数十亿美元，大力推动氢能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应用。这并非遥远的设想，而是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本田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正值全球氢能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启动的关键时刻，其氢燃料版本的 CR-V 即将问世，在美国加州和日本等地区已经建成了加氢站，并且更多的站点正在快速涌现。但这并非本田的最终目标，本田正与丰田、马自达、斯巴鲁等多家汽车制造商携手，同步研发能够兼容生物燃料、氢能乃至氨燃料的低排放发动机技术。他们的目标并非完全取代电动汽车，而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样化的清洁能源选择。简而言之，氢能源正逐渐走出幕后，不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概念，它以更清洁、更迅捷且动力不减的姿态展现出巨大的潜力。本田不仅紧随这一潮流，更以其独特的方式积极塑造着行业的未来格局。回顾本田在氢能汽车领域的布局，早在2015年东京车展上，本田便推出了 Clarity 燃料电池车，立即成为汽车爱好者们热议的焦点。这款汽车与传统的电动或汽油动力车型截然不同，它以氢气为能源，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续航里程。2016年 Clarity CV 更是创造了历史，成为日本首款量产氢燃料轿车。这不仅是本田创新能力的有力佐证，更印证了本田对技术创新的不懈追求。Clarity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非简单的将氢燃料引擎安装在普通汽车上，而是本田从零开始进行设计，使其完全为氢能驱动而生。车辆配备了波浪流技术等一系列先进功能，从而实现了更高的能源效率和更强的动力输出。Things we loved? Well, the fuel efficiency for one.
Over our 25,000 miles, we averaged nearly 88 miles per gallon. 尽管 Clarity 具备诸多亮点，但其发展历程中却遭遇了难以克服的挑战，最终走向停产。然而，本田并未因此而停滞不前。近期，他们对外公布了一项令人瞩目的新计划，启动全新的氢燃料电池 CR-V SUV 项目。Clarity FCV 究竟曾面临哪些难题？本田又是否能借助 CR-V SUV 成功化解这些困境？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本田倾力打造的 Clarity 是一款以氢燃料为动力的创新车型，它在展现技术优势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显著的不足。Clarity 的最初目标是创造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清洁能源汽车，摆脱对传统汽油和纯电动电池的依赖。其显著的优势在于能够提供宽敞的乘坐空间，可容纳5名乘客，这在当时超越了市面上的其他轻动力车型，使其成为家庭和多人出行的理想选择。相较于那些车身更为紧凑、空间相对受限的轻动力汽车，本田为 Clarity 融入了独特的设计理念，使其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该车型搭载了更为小型化、高效率的燃料电池堆，不仅提升了动力性能，还实现了空间的优化。这种革新的设计使得 Clarity 在当时堪称技术领先的氢燃料汽车之一。在满载氢气的情况下， Clarity 的续航里程可达到360英里，约为579公里。 Honda Clarity, an advanced technology vehicle that can run on pure electric and an efficient hybrid system, also known as a plug-in hybrid. 本田 Clarity 曾经凭借其令人称赞的续航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同期的部分电动汽车，这充分展现了轻动力汽车在性能和便捷性方面具备挑战传统燃油及电动汽车的潜力。然而，即便拥有这些显著的优点， Clarity 最终还是因为一些关键性问题而停止了生产。其中最主要的障碍在于氢燃料补给站的严重短缺。与电动汽车可以依赖家庭充电或广泛分布的公共充电桩不同，氢燃料汽车必须依赖特定的加氢站。然而，这类设施的普及速度远未跟上需求，尤其是在许多国家，加氢站的数量非常有限，这给 Clarity 车主的日常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使得潜在购买者因担忧加氢问题而犹豫不决。另一个重要的挑战来自于日益普及的电动汽车。随着电动汽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充电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拥有更便捷使用体验的电动汽车。相比之下，像 Clarity 这样的氢燃料汽车在消费者眼中显得更加复杂和不便。此外，轻动力汽车整体需求的低迷也是导致其停产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公众对氢能技术的优势普遍缺乏了解；另一方面，政府对氢能技术的支持和激励措施也相对不足，远不及对电动汽车的投入，这使得氢燃料汽车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最终，本田在2021年决定停产 Clarity， 同时也包括了该车型的纯电动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尽管 Clarity 代表了一项了不起的技术成就，但当时的市场环境显然尚未成熟到足以支持氢燃料汽车的成功。Clarity 有力地证明了氢燃料技术所蕴含的巨大潜力，展示了氢燃料汽车在高效、空间和环保方面的优势。然而，基础设施的不足、电动汽车的竞争以及市场需求的不足，最终导致了它的命运。不过，本田并未放弃对氢能技术的投入，目前正致力于开发氢燃料版的 CR-V SUV， 这表明了其对该技术未来前景的坚定信念。这款全新的 CR-V SUV 能否在市场中取得突破，让我们拭目以待。本田近期宣布，计划在今年推出其热门车型 CR-V SUV 的全新氢动力版本。这项决策是建立在本田多年在氢燃料汽车领域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的，特别是其先前推出的氢燃料车型 Clarity。Clarity 由于包括加氢站不足在内的重大问题，于2021年被迫停止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自2021年以来，氢燃料电池车 FCV 的发展态势已经有所变化，加氢站的数量呈现显著增长的趋势。同时，各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广清洁能源汽车，这无疑为氢燃料汽车的拥有和使用带来了更多便利。本田将此视为一个重要的市场机遇，希望通过更加完善的技术方案再次发力氢能领域。新款 CR-V 氢燃料版采用了与通用汽车联合研发的先进技术，车辆尾部创新性地配备了双氢气罐，用于存储驱动车辆所需的氢燃料。在座椅下方则布置了智能化的动力控制单元，负责高效管理能源的分配和使用。引擎盖下是核心的燃料电池系统，该系统通过氢气和氧气发生化学反应，直接产生电能来驱动车辆。这意味着这款 CR-V 无需像传统电动汽车那样依赖大型电池组来储存电能，而是在行驶过程中实时发电，从而避免了对笨重电池的依赖。CR-V 的另一个关
关键特性在于其卓越的能量存储能力，这使得车辆能够实现长距离行驶，而无需频繁补充燃料。氢燃料的加注过程也非常迅速和便捷，仅需数分钟即可完成氢气罐的填充，这远优于电动汽车漫长的充电时间。此外，新款 CR-V 还具备电力输出功能，这项独特的功能使得车辆可以作为移动电源，为家庭或其他外部设备提供电力。需要强调的是，本田在氢能技术领域的探索由来已久。早在1999年，本田就推出了 FCX， 这是一款在氢燃料汽车技术尚不成熟、加氢基础设施几乎为零的时代诞生的早期燃料电池车型。尽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田始终坚持在氢能技术领域进行研发和创新。Engines that Honda built, perhaps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are losing favor. Is Honda walking away from one of their most appealing traits? 在2016年，本田 Clarity 曾被寄予厚望地推出市场，然而由于一些固有的限制，其发展历程颇为艰难。从 Clarity 的经验中汲取教训后，本田下定决心要让氢燃料电池版本的 CR-V 取得成功。为此，该公司已加大对加氢基础设施的投入，积极建设更多的加氢站，并与政府部门紧密合作，共同推动清洁能源汽车的发展。本田坚信，氢燃料汽车与纯电动及混合动力车型同样关键，它们共同致力于减少尾气排放，构建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大家或许还记得，我们曾提及 CR-V 氢燃料 SUV 计划在今年上市，初步目标市场是北美和日本。首批进行销售的地区将是那些拥有完善加氢站网络的区域，例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日本的部分地区。随着加氢站网络的逐步完善和扩展，本田计划逐步扩大其销售范围。汽车行业对这款新型 SUV 抱有极大的期待，它不仅传承了 CR-V 一贯的可靠品质，更融入了先进的氢能源技术优势。可以预见，这款车型将延续 CR-V 标志性的乘坐舒适性和实用性，同时还将具备氢燃料补充快速、续航里程持久的特点。本田的战略眼光并不仅仅局限于制造汽车本身，更在于引领可持续交通的未来发展方向。通过持续研发和推广能够显著降低有害排放的车型，本田正积极践行其环保理念。尽管纯电动汽车是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本田同样认为氢动力汽车在未来的交通领域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全新 CR-V 氢燃料 SUV 的问世，本田正以实际行动展示其对技术创新和环境责任的坚定承诺。这款车型的推出标志着燃料电池技术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并为我们描绘了未来交通出行可能呈现的新面貌。本田 CR-V 氢燃料 SUV 究竟能带来哪些积极影响？请持续关注我们后续的报道。本田 CR-V 氢燃料 SUV 的优势与潜在挑战。本田 CR-V 氢燃料 SUV 的推出，无疑将为清洁交通领域注入新的活力，带来诸多积极的影响。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优势在于其核心的氢燃料电池技术能够实现真正的零有害物质排放。与传统汽油车排放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多种污染物不同，氢燃料 CR-V 在运行过程中仅排放水蒸气，这使得它成为那些致力于减少空气污染、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人群的理想选择。该车型的另一个显著优势是氢燃料的补充速度非常快。与需要数小时充电的纯电动汽车相比， CR-V 在加氢站只需短短几分钟即可完成燃料的加注。对于日常出行繁忙的用户来说，这无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无需为充电等待而耗费大量时间，可以更高效地安排行程。长途出行，此款车型表现更佳，驾驶员无需频繁驻足加油，节省了宝贵的时间。CR-V 在设计上便注重长续航能力，其氢气罐具备大容量，能够储存充足的能量，从而大幅提升单次加氢后的行驶里程。相较于不少纯电动汽车，这一特性有效减轻了用户的里程焦虑，而这正是环保车主普遍关心的问题。CR-V 让您的旅程更加安心，无需为续航担忧。除了环保和便捷之外， CR-V 氢燃料 SUV 还拥有强大的多功能性。本田 CR-V SUV 特有的电力输出功能，在突发状况下能够为家庭或其他电气设备提供应急电力。当其他能源供应中断时，这项功能便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该车也继承了 CR-V 系列一贯的可靠性和宽敞的空间设计。这一经典车型历经市场考验，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认可。然而，即便拥有诸多优势， CR-V 氢燃料 SUV 依然可能面临一些挑战。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加氢基础设施的不足。虽然加氢站的数量正在逐步增加，但与传统加油站或电动汽车充电桩相比，其覆盖密度仍然较低。在部分区域，这可能会给用户带来加氢的不便，从而影响其购买意愿。此外，氢能技术的成本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无论是制造氢燃料汽车，还是建设加氢站，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可能会导致 CR-V 氢燃料 SUV 的售价高于同级别的其他车型。The all-new Honda CR-V E-HEV full hybrid variant will also feature Honda Connect and an upgraded Honda Sensing.
尽管技术持续发展，汽车价格有望降低，但初期购车成本对于部分消费者而言仍然较高，市场竞争也是一个主要的挑战。近年来，电动汽车因其便利性而受到广泛欢迎，许多用户已经习惯在家充电，这种便利性可能会使得氢燃料汽车，例如新款 CR-V 难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这款氢燃料 SUV 还面临着公众认知度不足的问题，大多数人对氢能技术并不熟悉，对其工作原理存在疑虑。普及相关知识，建立消费者对这种新型汽车的信任，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政府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同样至关重要。一些政府通过提供税收减免和补贴、加氢站建设来支持氢能汽车的发展，而另一些政府则将重点更多地放在电动汽车上。如果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支持，新款 CR-V 可能难以吸引广泛的消费者群体。氢气的生产本身也是一个需要克服的难题。虽然氢能被认为是清洁能源，但其制备过程并不一定环保。如果采用化石燃料来制氢，将会削弱 CR-V 整体的环保优势。为了充分发挥氢燃料汽车的潜力，必须采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制氢。本田 CR-V 氢燃料 SUV 拥有诸多优点，包括能源清洁、加注快速、续航里程长以及创新功能。然而，它也面临着基础设施不足、成本较高、市场竞争激烈、公众认知度不高以及绿色氢气生产等挑战。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将对这款具有发展潜力的车型未来的成功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氨燃料汽车也面临着技术上的难题，这阻碍了其发展进程。其中一个主要障碍是氨的燃烧特性，它与传统燃料不同，需要对发动机设计和燃料系统进行相应的改造。此外，氨的能量密度相对较低，低于汽油或柴油，这意味着需要使用更大体积的氨气才能达到相当的性能水平。这对车辆的布局和续航能力提出了挑战。更大的燃料储罐会占用更多空间，并增加车身重量。将现有的内燃机改造为氨气动力系统也并非易事，需要对发动机进行调整，以适应氨气燃烧的特殊需求，例如改造燃油喷射器、燃烧室和排气系统。这些改造需要大量的研发和测试工作，以确保改装后发动机的性能、效率和耐久性。阻碍氨燃料汽车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替代技术的普及。多年来，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车等清洁能源解决方案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并获得了大量的投资。这些技术不断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电池技术和整体性能方面都有所提升。因此，主要的关注点和资源都集中在这些替代方案上，导致氨动力汽车获得的关注和投资相对有限。此外，氨的生产过程本身也带来了环境挑战。目前常用的方法依赖于化石燃料工艺，如蒸汽甲烷重整法，这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加剧气候变化。为了充分体现氨燃料汽车的环保效益，必须转向更可持续且碳中和的氨生产方式，例如利用可再生能源驱动的电解质氨。然而，这些可持续生产方法的研发和大规模应用仍处于推进阶段，这进一步增加了将氨作为主流燃料的复杂性。最后，当前的监管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氨动力汽车的发展。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主要致力于推广电动汽车和氢燃料电池汽车，将其作为清洁交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相关的监管框架和激励措施更倾向于这些技术，导致氨动力汽车获得的政策支持和激励相对不足。尽管如此，氨燃料发动机主导汽车行业的愿景并非完全不可能实现。那么，为何氨燃料值得投入呢？氨燃料发动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其高能量密度，这意味着在相同体积下，氨可以储存大量的能量。这一特性对于高效的能源存储和运输至关重要，使得氨燃料发动机特别适用于运输和发电等领域。在这些领域，高效的储能和利用能力尤为关键。氨燃料发动机另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优势在于其广泛的资源可获得性。氨可以由氢和氮等多种元素合成，而这些元素在地球大气中含量丰富。这种易于获取的特性凸显了氨燃料发动机作为可持续能源解决方案的可行性。通过利用现成的资源，我们不仅有望减少碳排放，更能够开发出更具韧性和灵活性的能源方案。值得一提的是，氨在历史上曾在各种工业领域扮演着关键角色。例如，在19世纪，氨在制冷领域的应用彻底改变了食品的保鲜和储存技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氨是制造炸药的关键原料。20世纪中叶，氨推动了化学工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合成纤维和塑料的生产成为可能。在农业领域，氨基肥料引发了全球粮食生产的革命。此外，氨在清洁产品和制药等行业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丰田汽车的 CEO 佐藤恒志已经为氨燃料在汽车发动机领域的未来描绘了一个突破性的蓝图，其核心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这一氨动力引擎的愿景开启了彻底改变汽车产业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对当前电动汽车的主导地位构成挑战。
各位电动汽车爱好者们，你们对氢燃料汽车有何看法？是否认为它们将来会取代电动汽车？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的观点。如果您喜欢本视频，请别忘了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点击屏幕上显示的下一个视频，相信您一定会感兴趣。